朋友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黄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一起讨论国际国内最新话题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大家平安。资深媒体人谢寒冰冰哥，主持人好，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士小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全球一定关注就是美国大选的最新选情，这个民调不得了了，真的有这么厉害吗？黄金交叉了。根据美国媒体 ABC 的民调呢，川普支持率从40个百分比已经下滑到了36百分比，而贺锦丽则上升到了43，哇，相差了7个百分比的领先。这个显然贺锦丽这个换掉灯啊，换掉拜登的这个灯啊，是真的有了这么大的起色吗？那么对于贺锦丽的热情程度更胜川普，48%的人对于贺锦丽感到热情有劲，39%的人对于川普感到热情有劲。原来热情有劲是一个观察的重要指标。临危受命的贺锦丽甚至是狂吸斗内的赞助金额，目前募款2亿美元，相当于台币66.14元，而且大部分来自于什么？66%是第一次捐款的小额捐助，吸纳了17万人加入志工，所以民主党整个士气大振嘛，募款活动象征着超过440万的印度裔美国人被称为希望跟代表嘛，因为他的父亲是黑人母亲是印度裔。那这些照片可以看到说，所谓的身份认同，美国人也担心川普再当选可能对于非白人族裔的影响吗？那川普现在的战法当然就是拼命的痛骂。人身攻击当然是痛骂贺锦丽是激进的左派疯子，而贺锦丽的回应的只是说对方一直胡说八道啊、风言风语啊、太奇怪了啊等等的。那甚至一些媒体我们前2天说是在网络上，亮哥特别讲，网络上流传很多这些不堪的过去。可是其实现在美国媒体《纽约邮报》也直接都在报道了，这内容是什么呢？拜登退选前支持川普的《纽约邮报》就称贺锦丽的前爱人布朗说，拜登应该立即辞职，让他成为总统。而 NBC 的主播呢，凯利直接说，质疑贺锦丽跟旧金山前市长威利布朗过去的关系叫做公平竞赛因为一些医疗委员会还有另外一个零资格的职位，就是他应该没有资格担任的职位，每个月开2次会就可以赚取13万美元的收入。那因此凯利公开的表示说什么布朗承认帮助贺锦丽当选检察官，并跟他有特殊的关系，是直接公开的表示。所以现在这个贺锦丽的过去一直会被拿来当选战的话题，而抗中这件事情呢，两个人又有什么差别？最新的消息是包括了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说的，他强调拜托，这个时候美国你们内部怎么选举怎么打不用再抗中了吧？中国的挑战或者取代美国这种事情呢，从来不会也无意去干涉美国的大选跟内政，所以美国也请你停止所谓的对于他们国内事务的无理干涉，停止打中国牌。但看起来目前是没有停了因为最新的一个消息从26号开始，但是这2天突然整个被这个报道跟发酵出来的是，在美国的福耀玻璃突然被突袭检查，这个是由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门突袭检查，说它当中包括了有金融犯罪，还有劳工剥削，针对这家中国福耀本来是中美合作非常好的一个象征的企业，就有这样的大动作的调查跟约谈、搜索等等的，进一步会怎么做？福耀发声明澄清，这个事情只是外包公司，不是我们自己本身公司的作为。但现在福耀美国主要配合美国政府针对一间第三方劳务公司的调查工作呢，福耀美国并不是调查的目标吗？这个声明是这样，但不知道，因为它是陆企在美国合作的象征。现在到底代表着美国对于中国企业的更多的打压，还是有可能改变政策？大家都还在观察。但拜登政府跟贺锦丽现在如果要展示自己抗中能力的话，也是选战的一环的话，过去川普曾经跟习近平正在G20吃饭晚餐的时候，这是2018年发生的事情。同时发生什么事情？下一秒钟，孟晚舟在加拿大过境的时候被拘捕了。这也是两个人接下来对中政策很重要的观察指标。亮哥来看看选情最新，在对于川普来讲，是不是选情落后7个百分比？这个民调的象征意义。我那个 ABC 那个民调有问题了，有问题他是问好感度了，他是问 favorability， 不是 support，因为我们一般民调好感度跟支持度是不一样的，
支持度通常是对这个人的总体评价啦，会愿意投这个票。对对对，所以你如果问你对这个人评价如何，那大概跟支持度就会蛮接近的。可是你如果是问好感度，那坦白讲就是川普的令人厌恶度比较高啦，那贺锦丽厌恶度比较低嘛。那现在贺锦丽这一波就是那个非洲裔勇于表态，年轻人勇于表态，妇女勇于表态，所以他这一波确实是，事实上就是回魂啊，民主党整个那个回魂啊，所以现在那个美国的大的投资公司啊，就是说那个川普交易暂停投资这样啊，就本来他们预期川普可能2院都要赢嘛，那现在就说可能不一定那么顺。枪击案之后，本来哇大畅就是旺的说大概川普全赢啊，全赢啊。是。可是贺锦丽还是有一关还没有过啦，就是我们讲的，人家对你的评价啦，这评价就牵涉到你的能力、你的经历啊。那你刚刚讲到那些私生活是经历之一啦啊。那我觉得呢，美国人可能更在意的是你能做什么啦。就把美国交给你，大家会放心啦，是这一种的啊。那因为贺锦丽目前。因为你知道嘛，这候选人大部分跑的都是基本场啊，所以现在到处都是民主党安排的场，所以你看那个现场人都非常多哈，不输川普。我觉得凸显的一个是那个害怕川普当选的恐慌啊，也是很严重，这是事实啊。可是两个人就是现在回魂之后，大概差距也会蛮小的可是。我觉得接下来就要看那个直接的变数啦，比如说，他还没有接受过比较严肃的专访嘛，是，那人家一定要问他一些比较国政大议题，比如经济啦，未来的大外交啦，就业啊等等。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要承担拜登所留下来的烂坑嘛，俄乌战争、加沙战争，是，你要怎么处理啊？那因为我刚刚就看到。美国德州那个共和党鹰派的参议员那个 Ted Cruz， 刚刚在质询那个布林肯嘛，把拜登的外交根本讲成就是一个大挫败啊，就你根本就一塌糊涂嘛，你搞了俄乌战争，搞到现在你不知道怎么收尾，而且几乎是2战以来最严重的战争啊，那加沙战争也是大概1967年以来最严重的中东战争啊。那你当总统搞到这2个战争，比如说这种问题，贺锦丽有没有能力回答啦？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大考验了啊。那因为人家会去举他过去的例子啦，比如说你去处理中美洲那3个国家的移民嘛，就非法移民的问题，那坦白讲是处理得很糟糕啦。说实在所以我是觉得这是随着这一股激情因为现在人家用那个词来形容贺锦丽就是蜜月期了，就是刚换掉拜登大家松了一口气，终于不用再担心心智出问题了那民主党就回魂嘛，然后他最近几天募了2亿美金你就知道各方的力量来挺他让他有自信这样可是我觉得有自信之后，接下来就是你的耐力了啦，是，然后你对一些大事情的基本的判断能力。坦白讲，我要冒点冷汗这样有没有料就知道了。不，因为你去看他群众的演讲嘛，基本上都是在讲那种比较空洞的口号啦，煽动的语言。就是民主党一定不能怎样不能够让他把我们搞到过去啦。然后当然他们彼此之间的扣帽子是非常严重的你刚刚讲到川普就直接说他是激进左派。有史以来最左的总统候选人那共和党也准备了很多资料啦，包括你以前是不是重放了某些罪犯，你是不是重放了某些非法移民，那后来导致了一些治安事件，因为这个法国就是这样搞的，法国那个极右翼就是被人家用这种文宣来搞所以他主张要对移民要严格管制嘛这个贺锦丽有很多资料我们先不要讲他个人私生活，讲他当检察官期间所留下来的一些资料还有比如说
你是不是真的允许7个月以上的人堕胎，怀孕7个月以上的人，这也是很严重的事了啊。所以共和党有一些话了，我觉得是要用事情去证明啊。那川普主要的问题当然就是他一天到晚在说谎啊。可是我觉得支持他的人好像已经习惯了啊，就好比他被判4个罪嘛，都是重罪。那川普的支持者好像也无所谓啊。简单讲就是川普这个人，因为他当过一任总统，所以他已经被检验过了。他大概就是这样啊，而且坦白讲也被搜索过了他家了啊，然后也被联邦法院都起诉过，都判刑了啊。可是贺锦丽，我认为他的过去的记录，很多美国人还不知道。这个就好像说你刚来选，过去比较没被注意。对，你顶多只有加州知道嘛。那可是后来有得挖了，你以后就会看到越来越多有关他过去的事迹。那到时候看民调可能更准一些。是啊，我在节目上听到来宾比喻最妙的那个比喻叫做换拜，就是跟换灯一样哦。那个灯啊亮不亮，一下子亮，一下子不亮。那今天亮不亮不知道，那现在至少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所以整个至少民主党的士气稍微稳定了很多。民主党至少它就是现在变数会变比较少，至少是比较可控的变数。那所以它当然就站稳了，重新站稳脚步。可是你说这样子就能够重新杀出一条血路，那甚至碾压川普吗？我觉得还有待考验，没有这么容易的事情。那这一个 ABC 这个民调，其实就跟最近我们台湾内不是有很多机构去帮赖清德做民调，然后赖清德也是大胜啊，也好感度破表啊。那真的是这样吗？我觉得那就是问法不同的关系啦。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看看就好，就是他毕竟还是要接受更真实一点的考验。因为他未来要开始提出他的政策啊这些东西的时候，恐怕大家对他的观感会开始有点不一样。因为目前其实大部分的美国人根本不知道他的主张是什么，其实都不晓得，因为那过去都是拜登的主张嘛。会等于拜登吗？对啊，那他会完全接受拜登的主张吗？还是他另有他自己一套主张？那就是看时间证明他到底要怎么做。那至于说他的少数族裔的身份，当然对他对这些其他的这些有色的少数族裔来讲，当然会有加分的作用。可是问题是，那相对来说，那你也会让很多白人可能就不会选择他，会选择去支持川普，因为川普一直都是白人的象征嘛。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本来他们固定的这个票源啊，恐怕也没有真正多开发到什么东西。那导致他一直去跟川普这样子彼此这些你攻击来我攻击去的话，他如果我是觉得啦，他如果要流于川普的这一套这种激进言论的话，他是玩不赢川普。因为川普的激进言论可是很会讲的，贺锦丽恐怕要从其他的方向去进攻。那他现在很多私生活的事情被抓出来讨论，其实尤其是威利布朗这个东西哦，因为其实最主要原因是什么？你知道？是因为威利布朗很喜欢讲，他自己没事就在讲，受不了。他已经90岁了，还在讲，他到处在讲这个。那你说？那美国的媒体怎么可能不报？对，因为他一直讲啊，我当然就会报。沾沾自喜，很得意还是怎样？所以这有什么办法呢？很乐，当年女友选总统。是啊，他比他小30岁，所以这个你要怎么讲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必然未来还是会始终困扰贺锦丽，这个跑不掉的，这个没有办法。那至于说这个抗中牌呢，其实抗中不管对民主共和来讲，都已经是固定的策略。这一点是绝对不会改变，所以谢峰虽然说啊，你不要再打压中国，不要再打中国牌，抱歉，他一定会打，100%打，他不可能改变，他还是会往这个方向去攻击。特别是选举开始就是走向越来越激烈的时候，恐怕为了要展现自己抗中的这个是第一品牌，恐怕我觉得拜登政府还会继续出招，他会做出一些更激烈的手段。那没有办法，这个就是现实，因为为了选举，很多东西他们就是敢做，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大概大陆这边自己也要想清楚，美国对抗中国大陆的方向是不会改变。这个不是你中国大陆要不要去跟他争的问题，是美国不能够容许你爬起来，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这个对抗是不可能休止的。我觉得中国大陆应该心里头也做好准备。虽然拜登现在在所谓的跛鸭旗的政策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啊。
如果说我们来看啊，《华尔街日报》最新的这个民调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个蓝色的部分是拜登，黄色的部分呢是贺锦丽，红色的部分呢也就是川普。我们可以发现啊，自从换上贺锦丽之后，贺锦丽就是急起直追。那现在呢？其实已经进入到所谓的他这一个民调是正负3.1个，误差水准在正负3.1个百分比里面，其实他现在就已经在这个区域里面，也就是说，其实现在有关于川普跟拜锦丽是无分轩轾的啊。那如果说我们看当初还没有换。拜登还没有被换之前啊，那其实在这几个铁锈州其实是一面倒的向川普，可是现在我们来看呢，其实已经不是这样了。现在已经如果说我们看到明尼苏达州、密西根州以及宾州，其实都几乎已经是打成平手，只有在明尼苏达州有大幅度的超前啊。不过。共和党这样的，为什么我们看到贺锦丽她的民调可以持续上升？其实这个都是敌人犯的错，也就是共和党到底犯了什么错？第一个，共和党不断的打贺锦丽有关于多元、平等以及包容的这个价值啊，那共和党对于这3个价值是有疑问的，但是偏偏呢，那个支持民主党的人认为这三个其实是优美的词，这个是他们信仰的核心啊，所以也就因为这样帮民主党来团结这个部分。第二个，那个共和党不断的强调拜登现在应该立刻辞去总统一职，但是大家都分得很清楚啊，也就是我们是要让贺锦丽来干未来的4年，至于说未来的6个月，现在来看拜登应该是可以勉强维持过关的，所以这样攻击大家也觉得你对于一个老先生来讲会不会太过火一点？第三个，也就是其实跟范斯有关啊，也就是跟川普所挑选的副手范斯有关。为什么？因为他一直在强调说，贺锦丽是个猫夫人，也就是只养猫，然后不生小孩。这个其实也就是美国很重视的家庭价值的部分啊。那他们范斯有个提问说，如果这些人都不生小孩，你们愿意把国家交给这种人来继续带领着大家前进吗？那这是一个疑问啊。第四个，也就是民主党喜欢把贺锦丽的笑声啊，或者是很大的一部分形容成怪胎啊，企图这样来得到选战。偏偏贺锦丽就利用这一点，然后在social media 上面不断的扩张，然后得到年轻人的认同，这个就是最厉害的部分了。至于有关于未来，如果说贺锦丽当选，贺锦丽对中国大陆该如何的对待，贺锦丽没讲，但是他对于这个以巴之间，他讲得很清楚啊，他讲说现在应该是达成停火的时候，他不会对于加沙的苦难保持沉默。其实这个已经点出了第一点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抵达了中国大陆去访问，这代表着一种外交关系的新的改变吗？到了人民大会堂，哇，所受到的欢迎可以看到画面上不得了啊！旁边是很盛大的军仪，奏乐军歌来高规格欢迎他走红地毯啊。那这么长的这个红地毯也给了他十足的面子之外，还带他去叫做御仙都这个餐厅参访的第一站，让他好好品尝中华一品宴宫廷料理啊，甚至还有唱生日快乐歌呢。据说这是团员里面有一个人生日了，就帮他们一起唱生日快乐歌，所以梅洛尼跟女儿一起带着去的嘛，都拍手看得好开心啊，甚至还坐上了龙椅。当然我们知道到中国去观光的人都知道啊，很多地方观光景点都有，但这2位坐龙椅真的是很开心，就好像去迪士尼的感觉一样。而梅洛尼说什么呢？他说这一次出席的中意企业家的会议开幕式，代表着希望跟中国大陆的合作。听听这段谈话。ricorrenze che cadono proprio quest'anno e che una veniva ricordata, i 20 anni del nostro partenariato strategico globale e i 700 anni dalla scomparsa di Marco Polo, a cui dobbiamo le fondamenta
sostanzialmente più profonde nei legami tra i nostri due popoli, che anche in Cina è in corso un vivace dibattito, no? Su quelle che sono state definite nuove forze produttive, alludendo, immagino, proprio all'impatto dell'intelligenza artificiale sulla produttività e aggiungo io anche。从过去谈到未来，过去谈马可波罗，未来谈 AI 啊，新质生产力可能的合作。因为美洛宁在北京访问期间呢，签署了为期3年的一个合作行动计划，直接呢，意大利在中国的外国投资存量是150亿欧元，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合作，例如意大利的企业集团5月就宣布啊，跟大陆的电动车要做领跑汽车成立合资企业，欧洲开始合作销售电动车。显然，电动车是中国大陆的强项，意大利先选择跟他合作来象征合作。而奥运当然现在是全世界的焦点啦，大家在看我们的很多选手的表现之外，也看法国办的怎么样。中美也在奥运场上有博弈吗？光是预测得牌数，根据3月的金牌的预测跟7月的金牌的预测，那现在看起来还有很多的竞争，是连场次啊或者活动上面的各种较劲也是存在的。其中这个女子100米蝶泳被说在药检上面不公平吗？中国选手江雨霏夺下了铜牌而已，她很伤心的落下了眼泪。当然也有网友给她打气之外甚至也说坦言没什么不甘心，成绩不理想的原因还是出在自己身上。但大家专家拿来比一比是为什么？因为她的药检数字的确频繁的程度比其他人都高太多，以至于影响了他这个赛前的各种训练的这个情况吗？你看看比比中国、瑞士、美国这些选手们的药检次数呢？居然其他国家是0，他们可以达到这么多46、434，为什么特别特别针对中国的选手来药检呢？当然会有所影响咯。那还有微博热议啊，法国人天天都有突锤的地方，例如惹韩国人生气奖牌的排行榜上面第一天。南韩的栏位上显示中国国旗，他们很生气上次还把这个南北韩念错，出场的时候把南韩介绍成北韩，对不对？那法国媒体还把南韩的国旗认成百事可乐的 logo 还有巴黎奥运官方把这个选手的名字开幕式把南韩也叫成北韩，那看不到南韩的国旗虚化，还看不到南韩运动员的正脸，所以韩国人不开心。那韩国人还找到说我们国旗被挂反的原因原来是上一次平昌冬奥运的时候，他们把法国人的国旗挂成了俄罗斯国旗所以是报仇嘛，总是要有出来混就要还的啦。还有今天听到比较离谱的消息，也让当地的这个民众特别的不满，因为国歌放错真的很严重，在男篮放错国歌是南苏丹的球迷抗议，怎么播成别人的国歌？那因此非常的生气。那巴黎奥运一直有被出包英国人笑行不行不过英国好吗？工党的一个消息宣布告诉大家，英国其实也支离破碎了新任的财政部长命令官员对公共资金需求进行评估，为什么？发现有200亿英镑的缺口这个赤字代表英国已经濒临破产的边缘吗？那像这样的财务的状况，英国又该怎么解决？也就是说，跟美国站队合作的欧洲，现在所面临的挑战呢？看到意大利就知道是不是风向也在变。亮哥，这个英国工党显然没有美国有创意美国就修个法，拉高债务上限就结束了。也是简单印钞票。那你就看到就是不一样就英国人不能接受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大概知道长期至少到2030跟美国激烈竞争，然后被打压，应该就是定数了啦，常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大战略就是要稳住欧洲所以虽然这个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啦，可是中国大陆还是敞开心胸欢迎你回来啦所以我觉得他大概就是这样啦，就是因为德国现在在换届中嘛，他明年9月要选举嘛，那现在卡住那个外长根本就很难打交道可是他对法国啦，对西班牙，对意大利，对荷兰，对瑞士我认为都是全力在交往。那其他本来关系就比较好，就不用讲了啦，比如说匈牙利啦、希腊啦、塞尔维亚啦，那本来就是他关系比较好的。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要稳住欧洲啦。事实上，连英国现在还要重新回来考虑要不要使用华为嘞。所以我觉得整个欧洲，中国大陆正以最大的包容跟宽容来跟欧洲交往啊。虽然意大利跟中国的贸易其实并不大，大概只有700多亿啊。那目前那个贸易里面大概500亿是中国到意大利，就表示中国人其实对意大利的产品没什么很大的需求啊，你知道吧？那可是他就要硬要找项目啊，因为事实上，如果是他的电动车去欧洲投资生产，那也没有影响到出口啊。就基本上意大利还是要增强它的项目啦，没错，不然你怎么卖中国？我总不能永远都买你的精品啊。那意大利的，坦白讲，意大利菜还蛮好吃的啦。是啊。可是不知道怎么出口，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啊。就是他那个 Stellantis 那个汽车集团，就是菲亚特，他现在被并购嘛，在里面了啊。是。那也是中国那个领跑汽车跑去意大利跟他合作啊。那估计要在欧洲20个国家推出跑车，那基本上应该是在欧洲生产啊，因为 Stellantis 来投资那个领跑汽车，占有股权20%，所以我觉得大概我看得到的项目就这一类了。那新冠疫情期间，刚好意大利有一个药啊，听说可以治新冠了。那结果中国大陆跟他采购暴增啊，增加了20倍。那可是就是那个事情而已啦，过了就没了。后来就没有了。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恐怕还是牵涉到国家的实力啦。就说为什么中国跟德国随便做一个贸易就超过2000亿，对不对？对法国大概800多亿吧，可是法国我认为空间要比意大利要大得多啊，因为法国可以卖给中国的比较广啊，比如说它有核电啊，那未来中国如果要发展核电，双方可能会有一些相当不错的合作，还有航太工业啊，意大利又不能卖武器给中国，对不对？对呀，他有一些武器也做得不错了啊。不过我觉得总的就是这样了，就是虽然“一带一路”受到压力，他要配合 G7 的基调就退出嘛，可是我认为中国还是给他温暖了，所以就签了那个3年的协定嘛，对不对？所以大概是这样啦。所以那这个巴黎奥运出的包太多了啦，我们就不讲了啦。是不是药检？这个我们也无法证实啊。当然，可能造成太频繁，影响他的训练，影响他的心情，这个当然有可能。可是为什么中国奥委会不抗议？而且你跟美国的选手药检的次数差异这么大，悬殊的话，你为什么不抗议？我觉得这一点实在是值得检讨了。我说实在话是事实上他们并不是不去对美国做药检，是美国拒绝啊。结果他们对美国也不敢怎么讲话啊。就美国有几个选手根本连甩都不甩你啊，可以拒绝，就直接硬杠啊，说不然你来惹看看嘛。你敢对我美国的游泳队施加这种要求吗？澳大利亚谁要接受药检？他们都非常的强势啊。那为什么中国队脆弱成这样？为什么你要任由他来药检？而且张宇飞做到40几次，这完全不合理嘛。结果你竟然不抗议，我觉得这个就是上次那个事件啊，那心里就有阴影了，就认为一定要自证清白啦。如果你不是心里这样想，你怎么让人这样糟遥你呢？对不对？奥运出包又有一个新的消息是，加拿大有女足队以无人机去偷拍对手，去遥控无人飞机啊，去拍人家对手的训练，还是各个队伍的行进，各种的状况不知道。但无论如何，小组因此就被扣了6分，教练禁赛1年，一直频频出包。斌哥，扣6分基本上就结束了，对，基本上就结束了，因为这是足球，这不是篮球，对啊，所以这个其实不算是主办单位出包，是这个加拿大女足自己有问题。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很奇怪。对你做这种事真的非常，这个很明显是不可以做的事情，可是他们就做了，所以这个是很糟糕的一个状况。那这一次巴黎奥运真的出包出太多了。其实我觉得感觉上就是
法国人好像对这些事情不是很在意，对这些细节不是很关注。照理来说，因为这么多的国家参赛，你理论上来讲，你应该要找你们外交部的人员来一个一个帮你们核对，就他们显然没有做这件事情啊。那老实讲，把人家的国名叫错，放错国歌啊，很严重。对，放错国旗，这都是非常失礼的事情。但是你说是因为平昌奥运他挂错国旗，所以现在报复吗？我不认为法国人度量有这么小啦。我觉得就是很单纯的没有注意到而已。但这种真的是很糟糕的行为，法国自己要去注意，不能够一直这样子，因为这个有的时候会引起。你现在是这些国家也就算了，如果是阿拉伯国家、回教国家有一些国家蛮激烈的，所以我觉得他最好不要再出这种包哦，这是蛮离谱的。那当然，大陆这一个就是有点欲加之罪，因为就是美国那个态度已经强势到连国际奥委会都非常反感，就觉得你们到底是要怎样？就是因为美国一直不断的指控说中国大陆就是用禁药，那问题是这几年中国大陆他们这些游泳队也是到处去比赛啊，所以他一直在做药检啊，那根本没有一次验出来啊，那为什么美国还是如此坚持？那甚至他们这些澳洲的、美国的还说，如果中国大陆在里头拿到奖牌的话，他在那个颁奖台上就要直接跟他们抗议。所以我就觉得这搞得已经太过头了，已经变成是完全的针对性。而且这件事情当初是中国大陆自己向国际这个禁药组织讲说，我们有出现这个疑云，然后后来澄清，那应该是一个香料造成的一个结果。那问题是我也很赞成像刚刚亮哥讲的。那中国奥会就这样任人欺压，人家叫你干嘛你就干嘛吗？你们平常不是很在乎自己的国格、自己的尊严吗？也不能这样任人予取予求吧？我觉得这也是蛮奇怪。那当然，你可以看到大陆现在是用非常高的规格来接待梅洛尼，好像要把这个"一带一路"退出这件事情完全抹掉。因为大陆现在的战略很简单啊，他知道他自己真正的对手就是美国，所以只要就是除了美国之外，其他的这些国家呢，你不要跟我太好没关系，你只要不要跟我太坏就好。你不要跟我至少让你不要跟我直接对着干，对，这样就 OK 了。因为这个是正确的战略。像美国那一种把中俄印凑在一起，这种才是完全错误的一种战略。可是美国就真的这样干，我也是觉得很奇怪，美国人不知道在想什么。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认为接下来所有的国家都一样，只要你愿意对中国大陆有一些善意的交往啊、互动啊，中国大陆大概都不会拒绝。乔舰长。如果说我们现在大家再来讨论奥运的部分呢，事实上我们应该讨论奥运结束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啊？为什么？因为其实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经济不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啊。事实上来讲啊，从1960年代罗马奥运开始之后，承办奥运的城市最后都是债务高跌。那是在这中间只有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例外，那个国家叫做什么？那个国家就是美国的洛杉矶奥运。洛杉矶奥运在1984年，事实上来讲，它因为是在德黑兰退出一起申办之后，他利用了现有的场馆，而且他第一次援引了转播权这件事情，也就他创造了大规模的收入。那也因为如此，然后他是正面的啊。那但是如果说我们来看看这个上面这个橘黄色的这个是夏季奥运，下面这个蓝色的是冬季奥运。我们如果来看一看啊，这个奥运每一次承办的结果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如果说看离现在比较近的啊，那也就是说，我们看到2008年的北京奥运，事实上它这个橘色的这个出现呢，是它当初投标的时候的预算成本。那如果说这个中间的这个颜色比较深的是它最后的成本，我们可以看到，在北京奥运它其实是差不多的，但是在我们现在要讲到的伦敦奥运的时候，事实上来讲，它就相差了1倍以上。那接下来我们更不要讲，看到这里约热内卢，它的更夸张啊，它差了4倍啊。也就是说，它耗用了大量的金钱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奥运。那事实上，我们来看这个2028年，那又回到了洛杉矶，可是洛杉矶还没有
这距离比赛还这么久啊，他已经超出他原来承诺的这个投标金额，所以这有多可怕啊？所以啊，我们可以看到牛津大学在2020年，他就已经提出报告警告说啊，你们申办城市级国家啊，在申办之前一定要好好想一想啊，现在的这一个 business model， 事实上是没有办法支撑你获利的。那你这样每4年办一次，到底它的意义在哪里？那对于英国来讲，英国其实当初它自从我们刚刚讲到说，有关于它申办了奥运之后，那它又脱欧了，这一连串再加上它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啊，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从它的表象来看，它的事实上来讲，它的收入是国家的收入事实上是有增加的，但是它有军事，还有它也是高龄化的一个医疗的付出，这个也就变成它现在如果按照它的一个财政部长讲的，叫做破产跟支离破碎。美选对亚洲的影响又是如何呢？来看看日媒怎么分析。这是日媒评论员秋田浩之认为，川普如果胜选的话，针对台湾问题会有产生什么影响呢？光是过去他对台湾发表的言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们是比肩啊，或者是我们要交保护费啊等等的，所以他认为可能会把台海议题视为跟中国谈判的筹码。其实我们节目上来宾一致的看法也是如此。环球时报认为，美国对于台湾的协防承诺只是一纸空文，假的啦但美日呢要强化战力，要抗中吗？那当然，现在在拜登的执政后期会是怎么样的发展？看到的是，至少日本的陆上自卫队跟驻日的美军展开了年度坚定之龙的实兵演练，在九州冲绳这里大规模的展开，但也是15年来首次是美日韩的国防部长在东京举行了会议，而这三边安全合作框架呢，也签署了备忘录，要使合作的制度化，更多的空间，包括资讯分享啊、交流啊。现在是国防部长，就是拜登叫不出来的那个奥斯汀，他们做下了这样的协议，但未来合作的模式还会是拜登模式吗？连贺锦丽怎么想都还有待观察。所以王毅给他的警告是说，北约当前地缘政治的对抗增多，各种军事安全的小村子这么多，所以北约插手亚太的话，一定会引起对立反抗。所以各方要高度的警惕，避免产生更大的这个冲突。那中俄呢？刚刚我们来宾都讲啦，是不是在美国的推波之下，反而让中俄走得更近？看到普京向中国海军军人致意这个是普京抵达了这个圣彼得堡参加俄罗斯的海军阅兵仪式的时候，中国舰员特别喊，总统你好，中俄友谊万岁！拜登，对不起，普京也对他表示的这个致意，很热情的回应各种的联合军演持续展开，而有个独家消息是来自于一个杂志 Mirror， 他说中俄可能会成为新的侵略轴心，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那当然也是西方的媒体用这个角度来产生恐惧感嘛。这个专家安东尼说，这个中俄轰炸机在白令海进行的联合空中巡演，其实这个事情我们节目上讨论的时候，也让的确西方的很多专家啦或军事单位都很紧张。那因为这个联合空中军演呢被拦截，象征着中俄新的侵略轴心即将形成，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的恐慌正在蔓延当中，是这样吗？是被扭曲了吗？还是的确造成了紧张呢？来自欧洲新闻的报道讲北美防空司令部怎么拦截轰炸机的那还有暗示他们不遵守国际法啦。英国独立报也说，中俄轰炸机一起联合军演飞过来，并非合法的军事演习，还强调轰炸机具有核能力，就像我们节目上讨论的，它可以携带核武器。这样的轰炸机的演习代表的是什么样的象征意义呢？而这个美国媒体还说，以往部署在阿拉斯加执行轰炸机拦截的，通常都是 F-22或 F-15但这一次呢，拦截的中俄轰炸机的美加空军3种战斗机都不是理想型，所以发生什么事？是美军自己的弱点被暴露了吗？而解放军被说是在提升战力，有个独家画面，我们来看看画面是疑似是歼20它的零组件在新型战机的核心零件里，透过3D 打印可以快速的完成，这个技术越来越成熟了，是不是可以广泛的运用在包括航空、军事各种领域呢？所谓的核心零件缩短生产周期，量产更快，哇，那这个对于这个军事
相关的设施或者是军力的提升，当然有关键影响力喽。那甚至还出现一个政策哦，美国专家说，解放军正在明显的加快备战节奏。告诉大家，2024年下半年开始征兵，而这个征兵是针对第2次入伍的老兵来进行，是在扩大更多的兵源吗？是一种特殊的结构备战当中吗？亮哥，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川普会不会对台湾协防这件事情，日本的学者好像比我们紧张。他还没有当选呢，所以讨论这个也没有意义了。不过我觉得美日强化的演习啊，你可以看到他演习的区域都距离中国非常远啊，所以跟中俄战略轰炸机直接飞到阿拉斯加的防空识别区，这完全不能比了，完全不能比了啊！所以到底美国是不是拦截啊？我觉得是吹牛啦。因为看到那个照片根本就是半飞嘛，而且他去的时间长达5个小时，驱离有5个小时的吗？如果是拦截了、驱离了，怎么可能是5个小时？我觉得这个事件是算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了，因为中国的那个轰6是从勘察加半岛跟俄罗斯一起起飞的，这个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啊。然后都是战略轰炸机，那理论上都是可以装核弹头的，而且它拥有的飞弹，比如说长剑10，长剑10可以飞3000公里啊，所以它没有进入领空，一样打得到美国啊，所以这个是真的具有威慑性的啦。所以美国军方是还有一些国会议员是非常的震惊啊，可是他也没有办法啊。后来那个中俄就说我们这个是联合演训啊，就是比照办理啊，你不是一天到晚飞到我们这边吗？事实上，美国也会进入中国跟俄罗斯的防空识别区啊，也没有进入领空啊。那美国就说这个叫自由航行啊，所以中俄也说我们也是自由航行啊。所以你说那些亲美的欧洲媒体在那边胡扯一些啊，那你就去讲你在亚洲你做了什么事嘛？你在亚洲难道没有飞进人家的航空识别区吗？那你的东西就不叫做，他用的词叫什么？邪恶的侵略轴心，不止啦，还有世界大战呢。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我们举跟那个这2架战略轰炸机类似的 B1啊，美国的 B1战略轰炸机，请问到南海多少次了？我看至少来过10次吧。那 B1 一样啊，它也可以射上千公里的飞弹啊，一样是核弹头啊。那你说中国大陆紧不紧张？也很紧张啊。所以我坦白说了，这种事情啊，这个只是让西方习惯，或者说让你有同理心去理解人家的感觉啦，就是这样而已啦啊。那我认为这种事情会继续发生啦，中俄也不会示弱啦。而且事实上，你有了，他现在也都有了。未来如果有核动力航母搞不好还会开得更近所以美国自己就看着办吧。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俄的联合演习当然引起了西方非常高度的关注，甚至认为严重到会引起世界第3次大战呀，乔舰长。现在啊，美国还有很多的欧洲国家在讲说，解放军跟俄罗斯的部队那个轰炸机啊进入白令海峡，他们好担心啊。那我们拿出证据来，这个是我之前的统计啊，就是2018年到2019年。B52到底是怎么样通过的？我帮大家算了，以这一个B52的话，它在2018年，它到底在中国大陆的附近的领海进行了几次？18次，也就是平均每个月1次半，这么多次。然后这2019年这下面有的一共是9次，但是后面还有啊，但是。那个竹繁不及备载，所以我就不拿出其他的。但是我们看他们到哪了？他们其实你看到没有？
东海防空识别区，东海防空识别区，东海防空识别区。奇怪了，你可以进入东海防空识别区，就是美国的 B-52，你可以进入，但是现在中俄的编队不可以进入白令海，你讲的这什么话？这个不是一天到晚不都在讲说飞越自由吗？结果等到别人按照你的这一个方法来在你的防空识别区运作的时候，哎呦就不行了，这不是双标，什么是双标啊？那我们来看啊，其实这一次。那个美国为什么这么担心啊？因为其实他担心的不是俄罗斯啊，他担心的是轰六。大家说轰六这么旧的一个轰炸机，我们台湾很多网民这么讲啊。可是你有看到吗？它的左右翼下面带的是什么啊？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下面带的是什么啊？它这边下面带的是电站夹舱啊，意思就是这边这一块啊。它下面带的就是电站夹舱，也就是它带的电站夹舱。如果你的美军有任何的雷达开启，你有任何的作为，其实它的电站夹舱都在掌握之内啊。所以美国为什么这么担心？美国为什么不派 F-22上去？其实都是有原因的，原因就是他怕被解放军的收集它的这 F-22的相关的电磁参数啊，他们所进行的这一种我们叫做伴随式的干扰啊，也就是它其实没干扰啊，它就接收而已，光接收你就受不了了。那而且其实解放军一直在做的什么？他其实在做的就是拿底练兵啊，这一次就是拿你美国跟加拿大来练一下，害怕了吧？不要怕，后面还有更多精彩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当我们看到在不管是中美、中俄的各种演习，或者是日本在亚洲这里美日韩的演习，其实都有一种互相对抗较劲的意味。问题是接下来美国的选情影响的非常的大。其实他这边讲说，川普胜选不会协防台湾吗？我请教一下，拜登有说他会协防台湾吗？保护费的话，考虑其实都没有人讲，不知道。其实拜登也没有讲过他要协防台湾，其实都没有人讲。美国总统不会把这个话说死的，他干嘛要说死？所以川普就算真的胜选，他也不会告诉你他到底要不要协防台湾，但是他跟你要钱是肯定，你还不给都不行。而且我们的卓荣泰不是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愿意多付出一点责任，用付钱的付，所以就很基本了。我们大概这个盘子是当定了，只是看到时候被他拿多少而已。但是中美之间这种对抗的态势，主要是谁在跟谁对抗？是中国大陆现在正在挑战美国霸权吗？其实不是你看整个北约东扩，你看美国现在在中国大陆附近组起了好几个这样各种各样不同的联盟，其实是美国在主动围堵中国大陆，是美国，其实整个禁逼的态势是美国在禁逼怎么现在讲的好像是中国大陆在挑战美国一样？我觉得很荒唐啊。然后现在他不过是到阿拉斯加中俄这样偶尔来一次，你们就紧张啊。然后一下说什么哇侵略轴心，好像要大家去回想去当年的轴心国把它比拟成希特勒。